魏英打给我，他问我你介不介意他来听审。我说如果他不来的话，你才会介意。魏英之前是做错事，但是看得出来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谁没有犯过错呢？原谅他吧。魏英，嗨，你可不可以等我出来？如果你不介意我坐完牢出来一无所有，跟我吃苦的话，我真的很想当一个好爸爸、好老公。我不介意，我根本就不介意。我跟孩子会等你出来，一定会。鉴于被告认罪，已经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悔疚，再加上多位知名人士的求情信和人格证明，被告身为律师，已经因为这个案件前途尽毁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本席经慎重的考虑，先判处被告入狱1年零3个月。啊？什么叫没办法放我出去？对不起啊，高先生，其实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，但是很可惜，马文泰的口供实在太有力了。你拿我的钱，是帮我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把问题告诉我。我明白，高先生。这样吧，你再说一遍，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？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帮你想到一些破绽出来。好啊。当时呢，正所谓想发横财，当然是买白鸽票了，对不对？咦，左撇子？是啊。阿泰他是左撇子，阿泰当时左手受伤，他怎么可能签名签得这么端正？你看，高先生，这次真有机会。到底怎么样啊？我们立刻向法庭提出预审。我拿出所有的证据，如果能证明这个签名不是马文泰亲自签上去的话，就是这个口供完全是垃圾。我们可以在这件案子立案之前就将它驳回。我看我懂你说什么了。刑事起诉法庭现在开始审理，由嫌犯高天佑及其辩护人向法院提出的预审辩论申请，法庭将会对检察院是否有足够理由向嫌犯作出起诉进行司法核实。检察官，请你讲述一下案情和你起诉的理据。是，法官阁下。本案发生在1995年8月8日，嫌犯高天佑以及中国籍男子马文泰、印度裔男子阿里卡普尔共同参与一起走私活动。事后由于分赃不均，在澳门碧山编号6802C 地段发生争执，高天佑利用一把20厘米长的刺刀将阿里卡普尔杀害。最后，马文泰在碧山把阿里卡普尔的尸体埋葬，并且把留在阿里卡普尔尸体上的杀人凶器收藏。2015年7月20日。马文泰向罗威信、徐之立两人供出整个案发经过，并且亲自签署一份供词，要求罗威信向澳门司法当局报案。司法警方根据马文泰所签署的供词，在碧山挖掘出阿里卡普尔的尸体骸骨，而罗威信跟徐之立也在马文泰的澳门旧居找到当年的杀人凶器，经 DNA 和指纹化验，凶器上面留下了阿里卡普尔的血迹和高天佑的指纹，而根据验尸报告。阿里卡普尔肋骨上的伤痕和凶器吻合。根据上述所说的证据，检察院认为已经有足够理由，依据澳门刑法典第129条，向嫌犯高天佑提出加重杀人罪的起诉。高天佑，你明不明白检察官向你提出的指控？明白。那对于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，你有没有不同意？有啊。请说。马文泰的供词
案情严重，事发至今已经接近20年的追诉时哎，别说20年追诉期，如果这份供词是假的话，案发当日是何时、何月、何年都没人知道。我要求法庭拒绝嫌犯保释，给检察院足够时间继续调查，以免嫌犯潜逃离境。法官大人，我虽然不懂法律，但是我相信，澳门是一个法治秩序，绝对不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拘留任何人，对不对，法官？法官阁下，我的当事人高天佑是社会知名人士，他做的生意是数以10亿计。如果这么拖下去，不让他担保，不让他离境的话，对我当事人是非常大的损失，而且很不公平。所以，我希望法官阁下能够依据刑事起诉法庭条例，对我的当事人做出不起诉的决定，并当庭释放。谢谢法官阁下。高先生，法庭是不是决定取消对你的起诉？没错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使法官取消起诉？这个办法很简单，整件事就是因为根本不关我的事，可能是我树大招风，所以有人呢就说了假口供来诬告我。不过不要紧，最要紧是查清楚就行了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想诬告你？是不是那个人呢？那个人自己知道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方便说，让司法去查，让他们还我一个公道。那高先生现在是不是没有罪，不用再回警局报道？法官已经批示警察厅继续调查。由于高先生的事务非常繁忙，所以法官特别批准高先生在保释期间可以离境回香港处理他的业务。如果检察院呢需要我回来协助调查的话，我一定会尽我良好市民的责任，回来帮忙。但是你还有一起非法禁锢保释中禁止离境的。非法禁锢的案子到现在还没进入起诉阶段，司警方面还在查，我们会很主动澄清这件事。我们有绝对信心，司警方面对这件案件不会起诉。很抱歉，高先生该走了。各位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个世界的法律是公平的。我高天佑行得正，坐得稳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但是我反而觉得担心的应该是那个诬告我的人，用伪证指证我那个人，他胆战心惊，准备坐牢。就这样。怎么是这样？为什么可以放他走？我们不是有足够的证据告他吗？好像 Terry 的供词起不了作用。不对劲啊，阿信，我们打给洪律师，问他发生什么事好不好？我待会儿打给洪律师了解一下。李 Sir， 罗维基先生，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一宗伪造虚假证据、诬告他人罪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说什么？阿信，发生什么事？你们有没有弄错？有没有弄错呢？要问罗先生才知道。罗先生，请。没事的，我跟李 Sir 回去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，帮我打给洪律师。那天，你拿着这份马文泰的供词来到警局报案，你跟我们说，当日你笔录了马文泰的口供，然后让他亲笔签名作实，你是不是这么说过？是，我是这么说过。当日我还问过你，这份笔录你为什么收藏这么久，现在才拿出来？你可不可以再复述一遍？